网上很多人都讲啊，王局这个人啊，做节目啊，平时都比较客观啊，但一涉及到日本，立马就开始双标了。日本这个社会啊，存在的问题他视而不见，好像日本这个国家方方面面啊，都做的总是很好啊。但其实啊，是这些人看我们节目看得不够认真，看得不够全面。其实我们做过很多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比如说前一段时期小林制药当时不是出了事儿吗？吃了他那个保健品之后，有的人就去世了，我们就做了报道。还比如说前一段时期日本车企集体造假，我们也做了报道啊。还比如说去年啊，日本福岛核电站排放核处理水，我们专门做了系列报道。在那个报道里啊，我们对这个核处理水啊本身的排放在环保上我们是认可的，这标准没有问题。但是对东电这家企业面对媒体啊骄横跋扈的态度，那我们是给予充分的揭露啊。当时在最后一集里头，我们进到了福岛核电站里面，那这不让我们看，那不让我们看，处处受限制，给我们看的都是他们精心选择的内容啊。在最后的时候，由于他们自己的原因，导致我们的节目啊，拍摄时间受到了这个限制啊，最后时间不够了，连最后一个问题我们要问的时候，他们都拒绝回答。コストがかかるのかというのはちょっと現状では計算できておりません。那整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No, no, no. 这些呢，我们在节目里都充分的给他报道出来了。所以我一直认为啊，不管我住在什么地方啊，只要这个国家存在问题，我呢都会去揭露。只要这个国家做的不错呢，我也会给他点赞啊。这是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最起码的职业操守。但问题是，一方面我的日语比较渣啊，所以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我毕竟不像在地人啊看得那么清楚，信息也没有那么灵敏啊。更重要的是啊，就是我们王局拍案的这个观众群啊，主要都是华人，主要都是从境内翻墙出来的中国人。那这些人呢，他对比如说这个日本在地的一些存在的问题，他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他们最想看的是关于中国的新闻，其次是跟中国有关的新闻。纯粹日本社会存在的问题啊，他们一般来说兴趣不大。我们呢做新闻其实也是生产产品嘛，要生产那些受众愿意看的、愿意消费的产品嘛。所以这个呢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这个取舍问题啊。但不管怎么讲，只要日本社会存在问题，我们认为又有新闻价值的，我们一定会报道。我今天啊就来再讲一件日本社会存在的一个丑陋的社会现象、社会问题啊。而这个问题啊，是日本法治史，也包括日本人权史上的至黑至暗的一刻啊。およそ60年前に撮影された一枚の写真。徒競走の先頭を走っているのは飯塚純子さんです。この時、中学3年生でした。飯塚さんはこの翌年、旧優生保護法に基づく不妊手術を強制されました。16歳にして子供を産み育てるという生き方を奪われたのです。今は70代となりました。普通に結婚して子供がいて孫がいて幸せな家庭、友達のところ行くと羨ましいなっていつも思うんで。您现在看到这个人呢，名字叫做纯子。纯子啊，今年77岁了。他直到现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仍然不愿意露出他的面容。纯子啊，他一生没有生育。他的没有生育呢，不是因为自己的原因，是因为他在16岁的时候啊，被日本政府啊强制做了节育手术。大家听起来是不是觉得非常非常的荒唐啊？日本这样的国家竟然对日本的一部分国民呢采取强制节育手术，那这是怎么回事呢？纯子啊，生活在日本啊东北地区有个叫宫城县的贫困乡村里啊。他自己的家庭非常非常的贫困，因为他父亲呢年轻的时候身体就不好，干不了什么活啊。他家里的子女又比较多，他呢有3个弟弟3个妹妹，所以他是长女啊。他的母亲呢当时啊生活非常操劳，日本战后啊经济非常困顿啊，困顿到什么程度呢？现在的日本人可能很难想象，但是呢，大家如果看过电影《阿信》，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那个时候的日本呢，生活的贫困程度确确实实现在日本人难以想象的。
据纯子自己回忆啊，他的母亲在年轻的时候啊，曾经啊想要抱着他的弟弟和妹妹啊跳河，就是生活过不下去了。虽然日本政府啊给这个家庭一些最低的生活保障，但是这个家庭生活起来实在是太艰难了。那么纯子呢，由于是家里的长女啊，她在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分担她母亲的家务劳动，就比如说啊，到山上采一些野菜啊，然后到集市里头去卖，补贴自己的家用。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啊，她经常由于给家里干活呢，就耽误了学校的功课。一来二去的时候啊，她这学业呢就慢慢的荒废了，就跟不上了。在她13岁的时候啊，她就被当地的政府啊送到了一个叫小松岛学园这个学校里去上学了。这小松岛学园呢，名字听起来很好听啊，但实际上是日本政府啊当时为那些精神薄弱的孩子举办的特殊学校。什么叫精神薄弱呢？翻译成汉语啊，就相对来讲叫智力低下的这个孩子。而实际上啊，纯子啊本身并没有智力低下，他只不过是由于自己的家庭贫困、营养不良啊，导致他的学业跟不上同龄人。这纯子呢，一直到55岁的时候啊，他才搞清楚了他到底是什么原因被当地政府送到了这个小松岛学园。他找到了当年的文件，那文件里写的，当地政府的人呢，就到邻居里头去做家访，说这个纯子啊，就偷邻居家里面的红薯和西瓜，然后呢，还做了一些骚扰邻居的举动。纯子看到这个文件的时候非常生气啊，他说他自己家里的地里就有红薯和地瓜，他犯得着到邻居家里去偷吗？而且他也从来没有骚扰过邻居啊，所以他就想找当年的这些人去对证，但是这些人呢，其实都已经去世了，他也死无对证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他被送到了小松岛学园这个学校，在这个学校里头一共待了1年，1年之后呢，完成了义务教育，就从这里毕业了。この子、光があったんだこれ。男子を担当する生活指導員として施設で働いていました。でも性格はいがったい。私は助けられたものをこの子に女の子の言うこと聞かないと「おいちょたん誰?」なんて「あいさっぱり掃除しねえからお前なんとかしてけろ」って言うと「はい」なんて。毕业之后呢，他的父母啊就把他送到了仙台一个房地产老板家里头去做佣人。那个年代的日本呢，还有住家保姆这样一个概念。这纯子就在这个家里头去打工，就家里的女主人呢对他特别苛刻，说他吃饭的时候只能吃1碗，吃到第2碗的时候啊，就对他开始百般的这种嘲讽刁难呐。他在这家庭里头一干了2年。但是纯子没有想到的是啊，他虽然离开了那个小松岛学园，但是那个小松岛学园跟他的未来的人生的命运还是有脱不开的干系。因为他不知道的是，这小松岛学园呢，其实不仅仅要为这些所谓的智力低下的孩子提供教育，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就是要把所有招收上来的这些学生啊做绝育手术。お役所の方でしょっちゅう来るんですよ。なんとか子供を納得させろとか。私らはね、子供には言いなかったね。かわいそうで。泣きながらね、なんで私たちがね、お嫁さんになれねえんだって言われると、どうもね、言えないんですよ。かわいそうで。因为当时日本政府认为啊，这些智力低下的孩子啊，没有权利去继续生育自己的后代。他当时呢，由于年龄比较小，所以还没来得及做啊。在他16岁的时候，他这个打工这家的女主人呢，就带着他到当地啊，这个宫城县有一个叫精神薄弱湘潭所去做鉴定。他做了鉴定的结果，就说他有轻度的愚钝。于是呢，他父亲就出现了。他的父亲呢，跟这个女主人呢一起把他带到了一个诊所。他呢，因为当时只有16岁，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阵麻醉之后啊，再醒来，他就发现自己的腹部比较疼。那个女主人已经不在了，他的父亲就把他领回了家。这之后的几天，他就发现腹部非常疼啊，其实啊，他的子宫已经被切除了。他夜里的时候啊，就听到他母亲跟他父亲嘀咕说啊，哎呀，那这以后啊，纯子就再也不能生孩子了。那么日本政府啊，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国民采取强制生育、强制节育的手段呢？
这是因为啊，1948年的时候，日本通过了一项法律，这项法律啊叫做优生保护法。这个法律的第1条就说，这部法律的目的啊是从优生的角度防止不良后代的出生，并保护母亲的生命健康。第2条说，这部法律所指的优生手术啊，是指无需切除生殖器就可以使人无法生育的手术。那这里头呢，他就讲到了几个方面啊。他说，在本人或者配偶患有遗传性精神变质症、遗传性病态性格、遗传性身体疾病或者遗传性畸形的人。第2，就本人或者配偶4等亲以内的血亲里头患有遗传性精神病、遗传性精神薄弱、遗传性精神变质症等等啊，遗传性畸形的人，这些疾病呢，有可能给后代产生遗传性后果的。第3，本人或者配偶患有麻风病或者这种疾病有可能传染给后代的。第4，就是妊娠或者分娩有可能危害母亲的健康的。第5，有数个孩子每次分娩都有可能严重影响母体健康的。第6，如果配偶无法表达意见或者不知所踪，仅需本人同意就可以，就是做这样的手术啊。那么紧接着第4条就最重要了。他说，医师在诊断确诊患者附有附表所列疾病时，如果认为为了公共利益防止该疾病遗传，需要对患者进行优生手术的话，那么可以在未经患者同意的情况下，向都府道县优生保护委员会申请审查手术的适当性。一旦要是审查通过的话，就可以直接做这个手术。也就是说，根本不需要你本人的同意，甚至不需要你家属的同意，就可以给你直接做手术。正是在这样的一个法律的这个条件下，这个纯子啊才被做了手术。那么据统计啊，日本从1948年开始啊，全国啊一直到1996年啊，有25000例这样的人呢，在这个法律的条件下被做了手术，其中有16500例啊，日本政府承认根本没有经过本人的同意。那么最近啊，日本的媒体啊做过一个报道，说有一个人呢，他自己是因为听觉障碍，年轻的时候啊就被日本政府啊强制做了手术。那么后来这个人呢，长大之后就结了婚，结婚的时候啊，他的妻子并不知道他做了绝育手术。在那个年代啊，日本人实际上还都是渴望家里头啊能够生育一个孩子的，尤其是女性啊，如果自己不能生孩子，常常会被认为是耻辱。但是他妻子啊就不知道啊，他一直不能生育到底是什么原因，还以为是自己的原因。而这个呢，听觉障碍这个患者呢，他始终啊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没有把真实的理由告诉自己的妻子。这个秘密啊一直隐藏了几十年，直到他妻子临终的时候，几十年过去啊，他才跟自己的妻子讲，他说啊，你之所以不能生育啊，不是因为你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原因。産婦人からに連れて行かれてパイプカットをやられたっていう。それで、そのために子供できなかったので本当に申し訳なかったっていうようなことをもう言いましたよ。本当のことを言った時、奥さんはどんな反応だったんですか？その時にうつむいて、しばらくは黙っていて、ご飯だけはちゃんと食べてねっていうふうに、言って間もなく息を引き取った。听起来好悲惨的这样的一个个人故事啊。那么日本政府啊，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强制优生的手术呢？为什么要通过这样一个强制优生的法律呢？这说起来话有点长啊。其实这种所谓优生优育的观念，在人类漫长的历史上并不罕见啊。大家都知道，古希腊时期啊，那斯巴达那个国家，他们呢刚生下来的孩子，经常就把孩子扔在外面冻一晚上，第二天能活过来的时候啊，这孩子呢就认为你有资格活下来。如果你就冻死了啊，然后呢就说明你这基因不行，就被淘汰了。而在旧社会的中国，大家都知道，那经常有溺婴的传统。溺婴是什么？这孩子如果生下来发现他有残疾，直接父母就把他给扔掉了，或者是直接把他杀死了。因为在农业社会里面啊，生产力比较低下嘛，如果生下来一个孩子是残疾人，那么会对整个家族都构成非常大的威胁，因为你就是一个废人，不但不能生产劳动，同时呢还靠别人养活嘛。但是啊，这个观念啊，到了近代的时候有了科学依据。什么依据呢？大家都知道，达尔文呢写过一本书叫《物种起源》。
这物种起源呢，它就揭示了人类的很多疾病具有遗传性。因为古代的时候，人们不知道你生下来一个精神病患者或者其他的那些病啊，到底是什么原因。达尔文第一次揭示了人类的很多疾病是由于基因导致的。那当《物种起源》这本书出版之后啊，那就掀起了一股什么呀？在科学界的优生学的研究热。在美国有一个学者啊，叫达文波特。达文波特呢，就在这个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基础上发展起来了优生学。后来他还成为了美国优生协会的一个会长啊。当时美国社会很多人都支持他，比如说那个凯恩斯啊，比如英国的首相丘吉尔啊，就那个时代的人，大多数人都认可这样的理论。我们今天经常说社会达尔文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其实指的就是那样一种状态啊。那么在这种思潮情况下啊，美国在上个世纪的30年代也制定了一部优生法。这部优生法就规定啊，你如果有一些遗传性的疾病，你就不能生育。你比如说有一些精神病啊什么之类的，美国陆续啊有30多个州通过了类似的法律。这些法律啊到上个世纪60年代的时候才陆续废除。在整个实行这些优生法律的期间啊，美国一共有64000例啊这样的一个患者啊被实行了这种所谓的这个强制节育。那么在这个强制节育的这个法律不仅仅美国有啊，当时英国啊、加拿大呀、澳大利亚呀，包括咱们亚洲的韩国啊，这些国家都出台了类似的法律啊。当然这里头啊走得最远的那就是纳粹德国了。1933年啊，这希特勒啊上台，在上台之后不到半年的时间啊，纳粹德国就通过了一项法律，就是为了防止不良后代出生，那么就要对这些生育行为进行干预啊。那么他对这种比如说视觉障碍、听觉障碍、智力障碍的这些人呢，你就不能生孩子了。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法律条件下啊，纳粹德国陆陆续续给37万自己的国民施加了绝育手术。但是这个法律啊，说实在的有问题，或者说这种优生学的这样的理论是有些问题的。因为优生学它是根源于达尔文的理论嘛，而达尔文的理论是认为进化嘛，而进化的理论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物种进化过程中，基因也要优胜劣汰。那你要是劣质的基因就被淘汰了嘛，那你只要通过主观的干预，主观的干预的结果是什么呢？就让你这个种群呢，最后会达到了一个均数的回归。也就是说，如果你这种群里头你不良的后代越少，那你最终啊，你这个种群的竞争力就越强，素质就越高嘛。而纳粹德国其实对这样的理论那是非常感兴趣的，但是这个理论呢，其实你必然会导致种族主义。大家都知道，纳粹最后是会反犹太人，他们就认为犹太人是劣等民族，而认为雅利安民族啊是优等民族嘛。所以当时纳粹德国搞种族清洗的理论其实就是优生学。当年大家都知道，纳粹德国有一些医学工作者做什么研究呢？就搞一些人体实验，就跟当时的日本人搞的731一样啊，就把其他种族的犹太人的女孩啊往眼睛里头注射颜料，说那个雅利安人是金发碧眼嘛，就往里注射颜料，来看能不能对他们进行改造，令人发指啊！但这其实都是在这种所谓的优生学的理论基础上进行的。那么当时不仅仅纳粹德国搞啊，那北欧那国家有个瑞典，瑞典其实跟这个德国人他的人种其实很相近啊。他们在1941年的时候也通过类似的法律，就是对不同这样的人群进行限制。当年德国也包括瑞典呢，对同性恋也都实行这样的类似的绝育手术啊。他们认为同性恋本身也是一个反人类的。那么瑞典这方面呢，走的呢其实也不近。你比如说，他对那个游民，就是在街上无家可归的人，还比如娼妓包括犯罪的分子，他们都实行这种强制节育。还你比如说对这个社会中间少数族裔，那么瑞典人呢，这个国家里头有一个少数族裔叫罗姆人。这罗姆人呢，被认为是吉普赛人跟瑞典婚配生育的孩子啊。那这批人呢，在瑞典社会里头长期也被歧视啊。那这批人当时也成为了这个绝育的对象。所以你就知道啊，在100年前的全世界的范围内呢，普遍存在着对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他们的这种系统性的歧视。而这种歧视的结果呢，最终就是导致了强制节育。但二战结束之后啊，这个优生法相对来说就开始变得在学术界慢慢被人抛弃了。为什么呢？一方面就是纳粹德国搞这个种族清洗臭名昭著，大家都知道，就是他们搞种族清洗的理论就是优生法嘛。但是基于基因遗传学，
的绝育手术的这样的一个法律啊，还在全世界各国还在实行。像美国就实行到了60年代，瑞典是实行到了70年代，而1948年的时候，日本通过这个法律呢，也是在这种背景下搞的啊。但是日本的这个法律啊，当时啊，它实际上呢，它规定的界限呢也是非常宽的，除了这个精神病患者啊，也包括一些视觉患者、听觉障碍的患者，它包括很多其他的一般性疾病，它也纳入到这个范围内的，比如癫痫病，比如说还有什么肌紧张症、肌痉挛性，还有家族性小儿四周麻痹，还白化病、鱼鳞症，你甚至包括他最后讲到了这个先天性的白内障。你想白内障，现在你做一个手术就解决了，还比如说全色盲，就像这样的一个疾病，它都可以纳入到这样一个强制绝育的手术范围。当然，这里头还有一个背景啊，就是战后啊，日本呢也后来随着经济的发展呢，迎来了自己的一个婴儿潮，也就是人口开始大幅增加。所以那时候日本政府呢，也不是像今天啊，因为今天完全相反了，开始鼓励生育啊。当年呢，他也想法要限制生育。那么限制生育，它当然没有像中国实行计划生育，但它指向了这个社会中间的弱势群体，就是这些可能身体方面有各种各样听觉障碍、视觉障碍，或者说是一些精神疾病的人。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一共有25000名日本人就在这样的法律条件下被做了强制绝育手术。应该说，就是在这样的法律下，这25000人的人生啊，彻底被改变了。人生も帰ってこないんで、悔やんでも悔やんでも悔やみきれないんで、こういうことさえなければ不幸になることはなかったと思うんで。就日本的这个强制绝育的法律，也就是优生保护法，在1996年的时候废除了。但是呢，这些人的人生已经没办法改变了，他们失去的人生，谁能还给他呢？他的一生啊，就已经被注定了。2013年的时候啊，纯子啊在仙台啊，他们当地啊有律师团呢搞这个免费的法律咨询。咨询的时候呢，他就把他自己的经历啊跟一个律师讲了。这个律师听到他的经历之后啊，非常非常同情他，说你要不起诉吧。于是就在这种背景下，2018年的时候啊，纯子在全日本啊第一个提起了诉讼，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啊赔偿他失去的人生。1996年に旧優生保護法が改正されてから20年以上にわたって被害を訴えてきた飯塚さん。这个官司啊打了之后啊，那日本其他地方也有很多类似经历的人呢，也开始组织在一起开始打官司啊。在全日本范围内，一共有5起诉讼，那么所有的原告加起来是39个。那么纯子的这个官司啊，在2019年的时候啊，在仙台地方法院呢裁决说，当年的优生保护法确确实实违宪了。因为日本的宪法就规定啊，所有国民平等的呀，权利是平等的呀。你对这一部分的国民，你实行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制度，你就要求对他强制绝育，那显然是违反了平等保护的原则。于是就裁定啊，当年的优生保护法违宪。但是呢，这个法院裁决同时还说了，他说由于这件事情啊，事情已经是40多年前的事情了，因为纯子是1963年做的手术嘛，他起诉的时候已经是2018年了。那么日本的民法规定啊，你这个起诉的时效是20年，也就是说，当你意识到自己被侵权的时候，你只有20年的诉讼时效，过了这20年，你就没有权利再起诉了。所以呢，就驳回了他什么请求呢？就是你那个请求赔偿的这个要求。据说他当时的律师听到这样的一个判决之后，觉得非常愤怒。为什么？因为你想想，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国民呢，造成这样的侵害，而这些国民当时还是一个非常年幼的孩子，他可能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权利受到了侵害。等到他年老的时候，意识到自己受侵害的时候，这个法律的诉讼时效又变成了他们自己维护权利的障碍。20年のいわゆる前に権利行使できたんでしょっていうような言い方になっていて、被害に向き合わない、この実態に沿わない事実認定による判決ってことは非常に怒りを持って私たちは弁護団として迎えています。于是呢，他们就开始提起这个上诉。
那么陆陆续续啊，日本的这些官司呢打起来的时候，一共5起中间有4起呢是胜诉了，胜诉呢就要求日本政府给赔偿。2019年的时候啊，就在这起就是纯子这个案子判决之后不久啊，日本呢就通过了一项法律，说当年这些强制手术的这些患者啊给予补偿，给多少呢？320万日元。320万日元，按照今天的汇率算下来啊，大概就是15万人民币左右啊，应该说不多啊。然后呢，有10年的时间你可以去领取啊，就从2019年到2029年。全国各地呢，的确有都府道县啊，都设置了这样的专门的办公室，可以让当年的这些受害者到这里去登记和领取。但是由于啊，很多当年的受害者啊已经去世了，不知道，或者是有些人不知道这个信息，所以在过去的这些年，一共领取这个补助的人只有1300人，数字还不是很大啊。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些人实际上要想意识到自己的权利受到危害都非常困难，更何况去打官司呢？所以呢，后来这批原告就坚持继续上诉，认为这320万的补偿啊太少了，而且呢，日本政府也没有道歉。那么后来在4起啊胜诉的官司里头呢，日本政府也都上诉了。日本政府的理由是什么呢？第一，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这件事情年代久远，已经过了诉讼时效。第二，当年是依据那个年代的法律，经过了正当程序，所以呢，认为不应该赔偿。あってほしいと思っていましたが、とても残念でなりません。上告にまで至った全国5つの訴訟を対象に、最高裁は明日、当事者に意見を聞く機会を。这些官司啊，最后陆陆续续都进入到了日本的最高法院。那么这个日本最高法院呢，在今年的7月3号就做了一个里程碑式的裁决。这个裁决就认为啊，类似这些日本国家对日本国民所做出的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啊，不受日本这个民法中间诉讼时效的约束。如果要是在这个类似的案件中间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的话，那这个实际上是不可接受的。这个裁决出来之后呢，对当年败诉的案子，他要求发回仙台市的法院重新审理。而4起啊，日本政府败诉的案子上诉到这里呢，要维持原判，并且裁定日本政府必须给予相应的赔偿。这个官司判决完之后啊，日本的首相岸田啊，就第一时间发表演講。旧優生保護法の規定を、憲法違反とした上で、国家賠償法上の、違法を認める判決が言い渡されたことを重く受け止めております。政府としても、旧優生保護法を執行していた立場から、真摯に反省をし、心から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す。政府としても旧優生保護法を執行していた立場から真摯に反省をし、心から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ます。原告団らは総理大臣の直接の謝罪や偏見差別の根絶に向けた政策など全面解決を訴える要望書を手渡しました。要说啊，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判决啊，真的是非常不容易啊。在日本起诉的这些原告里面，有一个人叫铃木由美。这铃木由美啊，当年12岁的时候啊，被自己的父母啊带到医院里做了手术，因为他是一个脑瘫患者。那他当时的母亲就说，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把他的子宫切掉了。他当时啊，因为年纪太小啊，他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等他到16岁的时候，一直也没有来月经，他才意识到啊，他的子宫已经被切除了。后来经过康复治疗啊，这铃木由美啊，慢慢的生活可以自理了。40岁的时候，他开始一个人独居。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他还跟一个长期照顾他的志愿者啊结了婚。结婚几年之后啊，他又离婚了。她这个丈夫啊，曾经跟她讲，他说如果要是有一个孩子的话，一切啊都有可能会不同。铃木由美啊，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说，她说啊，他们之所以打这个官司啊，目的并不是为了要钱，因为钱无法补偿他们的人生。她想说的是，他们是人，不是工具。日本政府啊，把他们当作工具来对待，这是他们完全不能接受的。应该说啊，这个判决给了所有这些还活到今天的这批当年的受害者一个讨回公道的机会。
体の傷が薄れても心の傷は絶対薄れることはないから、こんな法律もう二度と作ってほしくないんですよ。だからこうして毎日名前も顔も出て、こうして皆様の前に話させていただいてるんです。今天节目的最后啊，我还要再讲一讲啊这个优生法跟中国之间的关系啊。大家不要认为啊类似的这种历史上的黑幕啊只存在于美国、日本这些国家，其实在中国同样存在。计划生育我们不讲了啊，大家都知道强制节育。其实对于这些身体有残疾，也包括有一些疾病的人，中国的法律同样对他们有歧视，而且这个歧视到今天仍然没有消失。上个世纪80年代的时候啊，中华人民共和国通过了一项法律，叫《母婴保护法》。这项法律呢，就明确规定啊，你在结婚之前要经过婚前检查。这婚前检查呢，包括的内容：第一，严重的遗传性疾病；第二，指定的传染病；第三，就是有关精神疾病啊。那么这些检查完了之后干什么呢？他说，对患有指定传染病和在传染期间或有精神病发病期的，医生应当提出医学意见，准备结婚的男女双方应当暂缓结婚。紧接着第10条，他说，经过男女双方同意，采取长效备孕措施或者施行结扎手术以后不生育的，方可结婚。也就是说，其实在中国也是存在着对这些残疾人，也包括一些遗传性疾病的这些患者啊，进行强制节育的这个相应的法律，否则的话你就不能结婚。这个法律呢，在2001年的时候啊做了修改啊，就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法实施办法》啊。这个法律呢，对类似的条款也做了一些修改。这个修改里头是这么说的：说婚前医学检查证明应当名列是否发现以下疾病：第一，在传染期间的指定传染病；第二，在发病期内的有关精神病；第三，不易生育的严重遗传性疾病；第四，医学上认为不易结婚的其他疾病。那么如果发现这些疾病怎么办呢？现在这个法律是这么规定的：当事人依据医生的医学建议，可以暂缓结婚，也可以自愿采取长效备孕措施或者结扎手术。那我就不知道了啊。那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不愿意结扎手术的话，或者不愿意采取长效这个避孕措施的话，那么这些人在今天的中国法律条件下，到底应该如何处理？所以在人类漫长的历史进化过程中对这种优生优育的这种理论所带来的对残疾人，也包括一些遗传性疾病的这些患者的系统性的法律歧视，甚至包括强制节育，应该说是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幸运的是，日本今天法律已经给了这些人公道，给了他们的救济虽然赔偿的钱现在数额还没有出现，我们也希望将来的有一天，中国历史上曾经存在的那些强制节育的那些家庭和患者也可以有机会通过中国的法律向中国的政府伸张自己应有的权利。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ただ傷は今もあります。傷、そうですね、結構大きく、いくらかは縮んではいるんでしょうけど。政府としても旧優生保護法を執行していた立場から真摯に反省をし心から深くお詫びを申し上げる次第です。体の傷が薄れて
は絶対することないから、そんな法律